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 TVBS 少康战情室。在我们现场，来宾林亮金议员、张启凯委员、陈凤馨小姐、吴宗宪委员、李永平前副市长、张志刚议员。好，那中国北斗卫星那说他投资的金额比美国大，现在有11个国际组织在使用它哈。那所以经济学人说呢，经济学人做了一个专题谈这个卫星 GPS 恐怕会失掉它的优势哈。GPS 我们这个像车上也用很多 GPS， 原来最早都是军事用途了很多军事用途的发展后来变成民用的那另外呢，美国智库也警告，如果台海爆发冲突的时候呢，老共的北斗卫星可以干扰 GPS 进行欺骗攻击骗你让你 GPS 导航错误那另外呢，这个北斗叫做北斗七星阵，跟美国的 GPS 然后彼此的竞争。说呢，这个卫星导航系统现在变成两强的争霸战。那另外呢，央视也很少，几乎没披露过，它一个叫做彩虹7的无人机那它可以这个执行侦察跟禽兽的任务，然后呢，把它收集到任务给歼10跟歼16去使用所以现在麻烦的时候，不是只是我这个无人机或是地面收，不是只有我这个战斗机跟地面征收，它无人机也可以先去征收，征收以后是卫星，然后把资料送给这个轰炸机或是战斗机那另外呢，大陆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了它在东海演练这个载着飞机的起降。航空母舰在美国它不叫航空母舰，而我们举它其实就是飞机载运舰。它的好处就是可以把这个基地延伸到很远的地方，飞机在上面的起降。那这个所以它在冲绳县九场岛以北200公里的海域，在这边进行起降的这个活动说它这个第3艘叫福建舰嘛。福建舰离正式服役已经不远，你看一个舰出来以后搞多久？什么演习过来、演习过去，验收过来、验收过去所以它原来最早是辽宁舰，那是跟乌克兰买的，那最早。后来有个山东舰，然后接着有福建舰这个都不是核动力潜舰，都不是核动力的航空母舰。那将来核动力马上要出来了，第4艘据说它在发展核动力，所以现在至少可以进入3航舰的时代那另外呢，这个福建舰说今年要服役了那这个飞机船上有歼35的弹射这个试飞。那以前的航空母舰是前面翘起来，飞机过去的时候因为增加空气的浮力那现在用弹射的就不需要这样翘起来，增加起降的安全感所以呢，大陆的军事专家就是曹卫东说，制空权跟制海权慢慢力量越来越强大。我们看一下。无人驾驶翼影机拖着自动化机械打孔并放置幼苗，透过北斗卫星导航的既定路线引导，完全不需人力驾驶操控。另外，陕西延安无人插秧机也是利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定位运作，施肥则交给无人机完成。中国卫星导航定位协会最新发布白皮书指出，中国自行研发的北斗卫星系统被联合国认可，全面进入民航、海事、移动通讯等11个国际组织的标准体系。另外，5月初，巴基斯坦与印度空中交火，霹雳15飞弹、歼10 C1的系统化作战，更是利用北斗卫星做到数据接收整合、快速运算、精准掌握位置，最后发挥奇效。英国经济学人分析，北斗有56枚卫星，数量约为 GPS 的2倍。另外，北斗有120个地面站 ，GPS 只有11个。在美国 GPS 长期投资不足的情况下，面对中国北斗卫星崛起，恐将失去优势。中国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从不针对谁，更无意挑战谁。英国经济学人引述美国智库学者说法，警告一旦台海爆发冲突，中国可干扰 GPS 讯号或进行欺骗攻击，让台海军队失去导航，在军事上的影响力不能等闲视之。凤馨怎么看？这一次呢，是因为是英国经济学人他所做的报道，所以呢，台湾可能很难讲说英国经济学人是中共同路人那一切呢都在唱衰台湾，然后呢不断的跟中共应和。
这件事情啊，其实呢听起来有点荒谬。大家还记得过去这2年，曾经有军事专家说，如果中国大陆打过来的话，那中国大陆的军队只要进入了台湾，那只要把 GPS 给关了，他们就会在台湾迷路。你就会发现说有多么可笑。对于中国大陆在北斗卫星的那个发展是一无所知。这件事情呢，只是凸显出我们现在呢，作为井底之蛙这件事情，其实它是普遍存在很多很多的领域的。那这一次呢，《经济学人》他特别提到北斗卫星，当然也是因为联合国有太多的这种国际组织使用了北斗卫星，然后作为他们的这个国际组织当中呢所使用的可使用标准之一，并不是说只有使用北斗卫星，而是各种系统它都纳入了标准之一。它这里面有几个特色值得我们来特别关注。第一个是中国大陆的北斗卫星完全自主，不依赖。因为大家不要忘了，其实在2011年的时候，美国国会那个时候还是奥巴马执政的时候，其实中美之间的关系还不错。但是呢，当时美国国会就已经通过了沃尔夫条款，大家可以去查一下沃尔夫条款。美国主动的说，禁止美国的 NASA 跟中国大陆的航太，包括了学者，包括了这个中国大陆的航太的研究人员有任何的交流，一点点的交流都不允许。唯一的这个放宽呢，就是呢中国大陆的这个嫦娥4号，那么登陆月球的时候呢，他们说好，我们让我们的卫星来监测他们的登陆，那监测的结果就是人家登陆了哈。所以这整件事情呢，让逼的中国大陆要自主，不能够有任何的依赖。其实在沃尔夫条款之前，那么美国当时跟俄罗斯一起合作，然后跟欧洲一起做国际太空站，当时美国就禁止中国大陆加入，所以那个国际太空站是美国跟俄罗斯还有跟欧洲一起合作，还有日本一起合作，就是没有中国大陆。被逼的中国大陆只好发展自己的太空站。就现在的国际太空站出了问题，然后就必须要，现在太空站唯一运行良好的只剩下中国大陆的太空站，而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太空站，其实现在已经问题很多了，是硬撑在太空的。所以他现在已经发展出自主，完全不依赖。你要控制它，你也没办法控制；你要去禁止它，你要卡它的脖子都没有办法卡住。第二个部分呢，这也是《经济学人》之所以特别要提这一个专题的重要原因，因为相对于美国现在，你看它政治上面一下左一下右，一下左一下右，然后他们现在的科研经费，尤其是川普上来了之后，大砍科研经费。那么美国的科技人才，按照 Nature 自然期刊所做的调查，1600位被调查的科技人才当中，有75%的人说他们想要离开美国。是非常严重的科研人才的流失，不只是钱的冻结，更重要是人才的流失，更加上最近哈佛的这个事件，所以它的整个的航太政策一直不确定，一下子要发展登陆，一下不发展登陆，一下要火星，一下去月球。可是中国大陆就是长期持续可确定，它民国它大概是多久时间要达到第一阶段，它就达成了；第二阶段它就达成了。这一点是让全世界的航太专家非常惊艳的。可是它因此就影响到它的航太产业，因为可确定，就它的规模越来越大。当你规模大的时候，我想赵恩就很清楚了，因为你的产业规模一旦形成，你就有利润。你有了利润，就可以投资下一代的研发。现在比较，我觉得对于中美之间，我们在台湾，其实我们就是两强当中呢，在关两边的两强。我们不只是关，我们还被卷进去。我们必须要去理解，中国大陆现在不是靠中央的力量而已，他们现在有很多的产业是具有赚钱的能力，而赚到的钱去投入下一代的研发。那于是我们就看到，在军工产业的部分，从太空到战斗机，再到航母，我们这边讲，我必须说，太空的部分双方分庭抗礼；战斗机的部分，这一次呢，印巴战争当中的歼10跟法国的标风这个部分，其实我这边稍微提一下，就是这个歼10并不是它比标风有多么的厉害，而是它借由就恰恰是北斗卫星，然后搭配了它的预警机跟地面的这个防
防空系统，那么才能够搭配出来，在根本看不到对方的情况之下，坚持就击落对方的标风。我想要请教各位一件事情，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就是距离已经到了200多公里的情况，甚至不对，180公里的情况之下，我看不到对方，我的飞弹射出去，然后呢，它的飞机是快速移动的，飞弹也是快速移动的载具，而这个飞机也是快速移动，就它精准命中。这件事情，它既有在北斗卫星的精准度，它其实也有在 AI 计算上面的能力的强大。所以它的军工产业从太空到空中到海上，海上的航母，我们当然说美国现在还是最强大的。可是按照现在全世界的造舰速度来看的话，其实中国大陆要超越是很快速的，而且它正在用现在的量产生的利润，用利润再研发出下一代的科技。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们必须要在中美竞赛当中很冷静的看清楚局势的地方。我觉得美国最大的问题，它不是没有钱，它很多钱，但钱啊，它很少用在就国内。美国到现在为止没有一条高速铁路，对，美国的高速公路一塌糊涂，你去开看那个里面坑坑巴巴坑坑巴巴。美国的机场，每一个机场都比亚洲那个三流城市、2流城市的机场都烂。他那个钱用在哪里去？我在想，花很多钱啊，他可能养兵养很多，德国放5万。日本放5万，韩国放3万，那个多少钱啊？在全世界到处搞，然后呢，真正该去做一些基础研究的，该做一些这个公共设施、基础工业的，他的钱可能不够，哦，所以他就集中。那老公是集中在这里，他反正全世界也没有他的兵，他就在这里，他可以集中发展，而且你越去背革他，你越不给他，就像早先的时候，他的原子弹，老美不准全学生他们带回大陆去啊，通通所有资料都不能带，而且在美国还软禁好几年。他记在脑筋里啊，回去没有多久就发展出来了，所以这是黄仁勋是很担心的。就你这样背给他没有用嘛，他也许会晚一点，最后他是搞出来了。当他搞出来的时候呢，你的市场也丢了，他也不买你了，他自己可以干啊。所以你让背个，你真的能够达到效果吗？哦，这点其实像台湾早先也是，台湾早先的时候不准这个进口，不能进口，后来被他压力之下，台湾什么301啊，什么各种制裁，我们也开放很多，后来在很多领域我们也跟以前比就领先很多嘛。啊，不要说别的，以前银行，他那个就是本地银行多么官僚啊！他们老美什么花旗进来的 BOA 进来以后，看外国银行怎么能够这样服务？台湾银行就跟着进步非常快，非常快嘛。哦，所以你封闭是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你封闭的结果，一方面就是他自己去发展去了，他不是没有人嘛，对不对？那他买你就买了算了，因为自己要发展比较贵嘛，而且比较慢。那你有就买你不给他，那怎么办呢？那只好自立自强，只好自己发展。他14亿人里面没有几个聪明人吗？没有几个这个有能力的人吗？而且他也有钱，他不是没钱啊，他可以集中啊。甚至在文化大革命那时候斗争的一塌糊涂的时候，他的这个军事基地，包括这个原子弹啊，什么发展是不能去斗争他们，他还是有重点在保护啊。所以你现在在美国啊，你短期你政治上是有号召了啊，但是长期来讲是不是一定好？哦，从这几次的实力看起来，你不见得能封锁得了他了。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我们看哈，这个俄罗斯跟乌克兰开打3年以来最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呢，这个击落了俄罗斯的45个飞弹，260辆无人机，哦，那现在死了13个人，好几个伤，就俄罗斯去轰炸他了哈。那当然有些被打下来，但是呢，泽伦斯基就骂说美国呢，你为什么不讲话？为什么不讲话？哦，那让我们死了13个人，哦，为什么不讲话？哦，那川普呢也不是没讲话，川普有说，普丁呢彻底疯了，哦，那这个叫做 absolutely crazy 啊。完全疯狂了，而且说你这样做我会让俄罗斯垮台啊！但是同时也骂泽伦斯基，他只要一开口就给我惹祸啊！他本来说我竞选的时候我当选24小时，战争就停了，现在当选那么久了，对不对？啊，这战也打了3年了，怎么回事啊？所以川普骂普丁，那你怎么回事？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哦，所以他预备要加大制裁了哈。那为什么俄罗斯现在去轰炸？但有2种可能，一种是谈判之前我要加大力道，
谈判之后占你地方越多，我将来谈判的筹码越多，这是一种。第二种呢是说，因为普丁去视察库尔克斯，他坐了直升机的那个机场被乌克兰去轰炸，派无人去轰炸，所以普丁他们认为说乌克兰是想要趁机把普丁炸死，所以这个很仇恨很大。你现在跟我们谈和，你要把我炸死，你什么意思啊？所以我就报复你，反击啊。那德国说呢，俄罗斯发动这么大的攻击，所以呢，我们要坚定支持这个乌克兰乌克兰盟友都要支持啊。那问题是，我看这个蛮难的了哈。就俄罗斯，你要制裁他，川普要制裁他，他怕制裁吗？被制裁3年了，他不是没制裁啊。再多不愁，你能怎么加重制裁他？你就是这样子，你还要怎样？他海外资产都被你没收了，海外的存款也都被你冻结了，所有东西你也不跟他买了，你也不卖他了，对不对？那你要怎么再制裁他呢？所以麻烦就是你的工具已经差不多没有了。欧洲也制裁，怎么哪有不制裁的呢？欧洲现在天然气也不跟他买了，等等啊。所以普丁在想说，反正我就是这样子了，那么要凹大家来凹啊。那而且美国现在的策略，像美国副总统川普也这样讲啊，他的副总统范斯出去演讲也这样说，他说美国不再投入不明确的军事任务，说到底干嘛打这个仗？为何而战？为谁而战？目的何在啊？所以呢，他说美国将自律，我们要好好管我们自己如果必要出兵，也会目标明确，也会采取快打军事行动，这就是美国的个性。我早就讲，美国要打什么飞机去死神无人机去断头炸你，他很厉害。要他打一个持久战1年、2年、3年、4年，哎呦，他这个媒体也不满意了，民众也不满意了，国会也不满意，大家通通不满意了，就蛮惨的。打越战的时候，美国几个主要报纸头版头条都登一个：昨天我们在战场又死了几个人，昨天我们又死了几个人，这个仗还打得下去吗？因为打太久了，尸老兵疲啊。所以呢，范斯也很了解，快打可以，快打立刻去打，立刻去斩首，立刻去轰炸你可以，慢打我们不干了，这个事情不干了我们只要保护美国，国外的兵我们少出。川普也说，我们在国外不要出兵了。我们看一下。眼前建筑被炸成废墟，黑夜中窜出熊熊烈火。乌克兰首都基辅从周6的晚间开始，连续遭俄罗斯空袭。最新一波大规模攻击，包括南部尼古拉耶夫也成为锁定的目标。Слышала, что сбивали шахеды, а потом взрывы, но я не поняла, что такое свершилось. 飞弹、无人机全出动。根据外媒报道，俄罗斯朝乌克兰全境发射69枚飞弹，还动员298架无人机，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攻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还有60多人受伤。而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指控美国和其他国家沉默，反而让俄罗斯总统普京肆无忌惮地发动攻击。而美国总统川普也罕见松口表达对普京感到不满。Not happy with what Putin's doing. He's killing a lot of people,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hell happened to Putin. I've known him a long time, always gotten along with him, but he's sending rockets into cities and killing people, and I don't like it at all, okay? We're in the middle of talking, and he's shooting rockets into Kiev and other cities. 停火谈判都还没谈出结果，让川普心灰意冷说重话。而这3天，乌克兰和俄罗斯持续依照约定交换囚犯，加上周日最新一轮的换囚行动，双方各自总共换回1000人。川普看起来很生气了，不会做什么事了。对，我如果说普丁，我就想说，你骂我干什么？你不骂以色列，他怎么去炸哈马斯？怎么去炸这个？那个什么加萨高地的，他说我要占领北部，然后还要占领南部，然后将来要变成我的一个全部是我全部要。那你川普有讲一句话吗？没有啊，对不对？你通通不讲话，那你们讲我干嘛呢？为什么不讲他呢？那普丁这样想啊，反正你美国就是只是这个嘴巴讲讲啊，那你真的要制裁我，你制裁你怎么制裁啊？来，季凯。普丁看起来是吃定川普了哈。乌克兰来讲真的是很可怜呐。你看，川普虽然嘴巴这样讲，他还要酸一下，还在骂一下小泽文斯基，说你开口就是惹麻烦。实际上，为什么普丁会吃定这个川普？因为美国整个大的战略他已经改变了嘛，他就是要拉拢俄罗斯，然后他的主要对手就是中国大陆啊。我看川普这个普丁也已经看见这个，然后他现在看出一个很明确的，
不只是他的这个副总统这个范斯讲说什么，不会再投入不明确的这个战争，然后要现实主义为美国的核心为利益。这个川普一上台不就是吗？第一个，他已经不再军事援助这个乌克兰了，对不对？然后他也是割地赔款，他已经把那个矿产、石油那一些天然气，他已经约已经签了，他已经拿走他一半的这个稀土这一些嘞，他已经要到他的利益，而且他已经直接跟欧盟讲了哦。他说：“欧盟啊，你们自己要自己保护自己。欧盟包括乌克兰这边，你们要保护，你们要自己来。”他把那个以前军事的那个协助，整个北约里面出钱出最多的是谁？就是美国。美国现在都已经不帮助啦，所以你在川普上台，您做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跟你的盟友，你基本上都要他自己提供你自己的军备的同时，普丁看得清清楚楚啊，你自己都已经这样做了，那你的盟友慢慢离你而去的时候，他为什么对乌克兰还要再客气？所以我觉得我们从这个事件里面看到乌克兰这个可怜割地赔款的同时，台湾人来讲基本上要有多一些体会了。包括刚刚我们刚才谈的，你包括北斗卫星，我今天讲个笑话哈，去年那个大陆偷渡客来的时候，记不记得有一个还迷航，对不对？那个船上来的时候找不到地方啊。那时候那个青鸟还有一些那个专家，有一个号称军事专家都在讲说啊，他为什么会迷航？因为他那个 GPS 没有了，他们用那个大陆的那个北斗卫星，所以他们才迷航。就你发现，今天是《经济学人》直接出来讲了，北斗卫星不管在卫星这一块或者地面，它那个战术已经比你的 GPS 多了很多。而且美国现在有一个大的问题，他们都不投资，就刚刚赵大哥在讲的，他们可能到外面去打仗，然后很多的军事援助，对不对？可是地铁不投资，基本建设不投资 ，GPS 也是啊。你看那个更新速度多慢，所以慢慢都已经被赶过去了。你从这个印巴战争看得出来。那现在我们说，再回到台湾的角度要看什么事情？以前说他们的 GPS 很厉害，美国跟台湾可以联手。现在如果你的定位跟导航都被突破了，那对我们反而是一个很大问题了。所以我做一个结论啊，把自己照顾好，自己要自立自强的时候，不要一直就靠美国，要不然就重蹈乌克兰的覆辙。是，我觉得就是从这张可以看出来一个点啊，就是美国不再是世界的这个领导者了，大家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就像范斯他去跟这个海军学院的人在讲的时候，他有提到他不再是像过去一样是面对一个没有理由的战争或一个冲突没有期限的冲突，他们没有办法再涉入这样，一切回归到现实主义。那回归到现实主义的时候，就是看对他的国家有没有利益嘛。所以我顺着刚刚齐凯大哥所说的，其实我们开始就要去面对的，就是他会要求我们的军备要拉高到5%，拉高到10%，甚至要我们去买美债，要我们去做很多事情，甚至要成立主权基金等等的。其实就是回归到现实主义，你做什么事情对我有帮助，那我才会回过头去做你什么事，才会回过头去怎么对待你。那我们必须要去看的，比如这次我觉得巴基斯坦跟印度的战争，更让我们看到一个点，就是军武真的有不一样的面貌出现了。所以他这个 CEC 的协同作战之后，我们台湾在面对这一块的有没有办法用现有的武力去抵抗？去抵抗这个新式的这些武装攻击，还是我们是不是还只能期待美国来出兵来帮助？那如果从现实主义来看，美国出兵帮助的可能性真的越来越低。但是我们现有的武器，在面对这新一代的这种协同作战的概念之下，资料链的互相传唤、互相交换的状况之下，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应付？比如说我们的1、2T， 我们的1、2T 预警机，它没有办法去做资料链的传输，所以它在F-16跟幻象跟金国号，它变成说这些战斗机要独立作战，它没有办法说像他们这一次在巴基斯坦所使用的武器上面，它可以由谁捕捉到对方的飞机在哪里，然后由战斗机发射飞弹，但战斗机发射飞弹的时候也不知道对方的飞机在哪，然后再由空中预警机去导航飞弹到达敌机的目标附近之后，他再开启射控雷达，然后让敌机完全没有反应的时间。那像这一套做法，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因应？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去因应，我们又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其实我们要仔细的思考，我们要怎么因应下一步？因为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个点，也许美国还是全世界武力最强大的国家，但是不一定在亚太地区或台海，它是武力最强大的国家。它是全世界最大，但是在区域的时候，它还能不能够是最强和最大？这是我们要考量的。当然，另外一个考量就回归到一开始我们所说的，它既然走现实主义的话，那就是看你付多少保护费，我做多少事情，甚至你付了保护费，我也不一定愿意做事情。这是我们要去面对的未来。美国现在一直讲了哈，就说
美助自助者了，你要先帮助你自己，我才帮助你了。哦，你看，我们一直讲说，你不能说你台湾关切你自己还比我美国少，对不对？我美国应该比你少嘛，因为你应该比我多，那是你自己的地方嘛，理论上没错了。所以他才要求你要打不对称战争。什么叫打不对称战争？就你正过战，你打不赢了才叫不对称嘛。他已经知道你实力是不对称的嘛，对不对？让你派出所装飞弹啊。最近我又听说很多军医院啊，什么不是军医院哦，大的医院呢都去实习，都去那个建立一个小组，就万一打仗的时候要急救我们的民众，最近都去受这个训。所以已经准备要打仗。我想已经美国人叫他做的。就是说换句话，你要准备打到最后一兵一卒。那什么叫什么豪猪计划？我为什么要做豪猪？我为什么要做刺猬？就换句话说，美国就是他认为说，你先保护你自己嘛。所以国防预算你要到 GDP 3甚至5，甚至还有说10。你们然后兵不够，1年不够，将来2年，4个月不够变1年，1年将来不够变2年，男生兵不够变女生，将来都会这样子啊。从美国的角度没错啊，你保护你自己啊，你保护自己，我干嘛派兵保护你？对不对？你有钱，你有什么不买武器？干嘛我要援助你？从他角度没错，你是这个第一岛链最重要的位置，你只要守好了，日本就受到保护了。日本受到保护，夏威夷就受到保护了。所以你好好防卫你自己。那对台湾来讲，第一，我不能把所有的钱都去搞这个东西啊。第二个，是不是除了打仗没有别的路呢？假如说只有打仗，那大家只有拼嘛。那除了打仗，有没有其他的路可以不打仗呢？对吧？打仗就是年轻人上战场流血的，对不对？要等于是把命都没有了。那一定要走这条路吗？一定要像你美国？那么从美国的角度很简单了，台积电如果老共登陆，台积电我拿不到，我把它炸了，这老共的想法嘛。他的想法有错没有错啊？就把你炸了嘛，这个不能让你老共拿去嘛。同样的，台湾如果守不住，我宁愿台湾毁了，也不能让你老共拿去，这美国人的想法。但你台湾处在中间，你是这样想吗？你真的愿意这样子吗？我们这要想清楚啊。那你怎么办呢？对不对？你两岸最好不要冲突，那怎么不冲突？你先不要跟他吵架嘛。两边只好好吧，彼此至少你搞你的，我搞我的。你说你的制度好，我说我的制度好，大家各继续发展。在历史上10年100年都是很短的时间嘛，那大家拖到最后看谁成啊，谁把国家治理比较好啊，谁经济发展比较好，谁的老百姓比较喜欢呢？就这样子啊。但你不要去惹他嘛，你们是惹他，老美叫你惹他，你去惹他，惹的结果是怎样？你打得过吗？我老实告诉你，你打不过的。你国防预算加上5倍也打不过的，打不过你打什么？打不过，律师讲一句话，律师这个朋友学法律，打得过官司就打不过就和解。法律这样，你如果你的朋友是好的律师，一定这样劝你：打得过我们就告，把他告死；打不过，赶快和解吧。别扯了，扯到最后呢，我们吃亏，一定是这样子嘛。打得过你打，打不过不要惹啊，不要去这个引起争端啊。美国的想法跟你想法是不一样的啊，他管你的死活，2300万人钱他管吗？休息再回来。